林和，看看，3个月，整整3个月，我让你运营咱们律所的官方抖乐号，你就给我搞来300个不到的粉丝，300个！楼下卖煎饼果子的大妈，随便拍个摊饼过程都不止这个数。你是想笑死我，好继承我那额度见底的花费吗？主管，佛法视频的内容确实比较枯燥，法条讲解没人爱看。现在同行内卷又严重，各种搞笑段子、情景剧都上了，而且我们一开始说好的500块推广经费也一直没批下来。哼，经费，没本事的人才天天把经费挂在嘴边，人家那些大 V 哪个不是白手起家？我不管，3天，我就给你3天时间，必须给我涨到1000，实实在在的1000活粉。做不到，你就卷铺盖滚蛋！律所不养闲人。主管，3天1000粉，这也太难了，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您就算给我批500块，至少让我买个基础曝光。250？我看你就像个250，滚出去！看见你就烦。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小黎，我劝你还是早做打算吧。我昨天无意中听到魏主管跟他姐打电话，这么急着赶紧走啊，是为了空出位置，安排他那个高中都没毕业、不学无术的外甥庄必凡进来混日子呢。儿子，在大城市律所好好干啊！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幻觉，最近压力太大，出现幻听了。还是昨天被卫生巾打出心理阴影了。狂徒张三系统正式上线，检测到宿主正处于人生绝境，符合绑定条件，绑定成功。宿主林和，称号入门律师，菜鸟，体质5，弱鸡，金钱负2508，屌丝，狂徒值0，综合评价：法律界的耻辱，社会的边角料。建议原地消耗重练。这系统嘴还挺毒啊，比卫生巾还损。那个系统大佬，既然上线了，按照网络小说的规矩，是不是得有个新手大礼包啥的？比如那种能直接让我成神，或者秒变亿万富翁的。检测到宿主厚颜无耻且毫无逼格的请求，新手大礼包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刑法大全精通及理解灌输，恭喜宿主获得初始狂徒值100点，恭喜宿主获得张三完美犯罪100例精编版记忆包已灌输。原来如此，原来法律还能这么玩，知识就是力量，这话真他妈没错。卫生巾，你想赶我走，没那么容易。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我靠，这标题强迫小疯了吧？怕不是个假律师吧？你举报了，或者是官方号叫白嫖，这操作太骚了。我操，有点意思，我蹲了。跟笔记着走啊！已关注，坐能晚上7点主播翻车进官方加微认证的行为艺术，全景律师还是真有大瓜。这可是正经律所呀！来了，主播终于来了！快说，你是不是真的律师？别是 cosplay 的吧？看着这么年轻、细皮嫩肉的，别是个实习生出来哗众取宠吧？各位老铁放心，如假包换、正儿八经通过法考、实习拿证的正经律师，职业证号在这儿，欢迎查证。既然人差不多齐了，那咱们的不一样的普法小课堂现在开始。今天第一个案例也是我们法律界的老朋友张三。话说张三某天约了一位美女去酒店探讨人生哲学，完事儿后，张三觉得自己亏了，就从包里掏出了3000块啊，注意是天地银行发行的
面值1亿1张的冥币塞给了美女。美女回家一看，气得当场血压飙升，直接报警。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老朋友张三犯了什么罪？这还用问吗？当然是 PC 罪啊！证据确凿，小学生都知道。不对，他用的是假钱，应该是诈骗罪。楼上法盲，那叫使用假币罪，比诈骗严重多了。我觉得是侮辱罪，用冥币太过分了。好，看来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现在我来给大家逐条分析。首先 ，PC 罪构成要件之一是支付了金钱或财物，但是冥币是什么？是我国法律明确承认的合法的祭祀用品，它本身就不是流通货币，不具备货币属性，所以支付冥币在法律上不被视为支付了金钱 ，PC 罪不成立。其次，使用假币罪，这个罪名侵犯的是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前提是冒充真币。冥币它长得跟真币一样吗？它上面印的是玉皇大帝，不是毛爷爷，它本身就是合法印刷、公开售卖的，没有冒充真币的意图和可能性，所以使用假币罪也不成立。哎，有点道理啊。最后，诈骗罪。诈骗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美女提供的是服务，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财物，而且张三也没有从美女那里骗走任何实际的财物，所以诈骗罪依然不成立。综上所述，本次事件中，我们的老朋友张三虽然道德上值得谴责，行为上非常猥琐，但严格依据现行法律条文，他无罪。我操，还能这样？我他妈直接裂开！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这哪是普法？这是教我们怎么在法律边缘疯狂试探啊！主播牛逼，学到了！虽然感觉哪里不对，但又无法反驳哎。张三，谢谢你，我的专属辩护律师。各位老铁，觉得有用、觉得开眼界的，左上角关注点一点，不迷路。免费的鲜花点赞走一波。下一个案例保证更精彩、更颠覆。卫生巾，我不管，3天，我就给你3天时间，必须给我涨到1000，实实在在的1000活粉。你不可能的任务，老子不到1个小时就完成了，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好了，朋友们，热身结束，接下来这个案例更贴近生活，也更能体现法律的精妙之处。案例2，张三是个包工头，辛辛苦苦干完一个工程，结果甲方爸爸一直拖欠工程款，拖了快1年，张三都快被拖垮了。他呢，有个8竿子才打得着的远方亲戚，正好是咱们市公安局的局长，于是张三就提着10万块现金上门拜访，请局长帮忙打个电话关心一下。局长看在亲戚份上，或许也看在钱的份上，打了个电话。你猜怎么着？第2天，拖欠1年的工程款立马到账。请问张三这种行为犯了行贿罪吗？但给钱了，性质就变了。不对吧？他要的是自己的钱，是正当利益，游走在灰应该色地不算行贿吧？大家先别急着下结论，想要彻底搞懂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理解2个关键的法律概念：法定职权和事实职权。所谓法定职权，就是法律法规白纸黑字授予某个职位的权利，比如公安局长的法定职权是维护治安、抓捕犯人、审批案件等等，而事实职权则是指利用个人身份、社会地位、人脉关系等形成的一种实际存在，能够影响他人行为的权利。它并不在法律的明文规定之内，但却真实有效。在这个案子里，公安局长打电话催讨工程款，他动用的是他作为局长这个身份带来的面子和影响力，这是典型的事实职权，而不是他抓捕犯人、审批案件的法定职权。最关键的一点来了，根据我国刑法，行贿罪的构成要求行为人为他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那么张三要的是什么？是他自己被拖欠的本该属于他的工程款，这是受法律保护的正当的债权利益，不是不正当利益。所以结论依然是张三无罪，他只是在利用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已。当然，
那位局长收钱办事儿是否构成受贿，那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张三不构成行贿罪。妈妈问我为什么又跪着看手机，我给妈妈讲了一遍，现在她也跪着了。主播真是个天才，这思路清晰。关注了，关注了。感谢这位龙骑士大哥送的超级嘉年华，大哥大气，破费了。一组10个超级嘉年华，那就是整整3万块人民币，这几乎相当于我以前小半年的工资。龙骑士大哥，您还缺挂件吗？会喊666，会暖床的那种。我靠，神豪降临，一组超火，眼睛都不眨一下。不好，我们做朋友吧，主播这是要起飞啊！恭喜用户全景律师事务所在直播中收到龙骑士送出的一组超级嘉年华，普法律师遇上慧眼识珠，知识就是财富。恭喜宿主完成随机任务，直播间实时在线人数达到5万人，奖励技能心灵探测一次性体验版，狂徒值乘100。啥情况啊？这直播间有啥魔力？这么多人看，背景这么破。律师直播还收到一组超火，教啥的这么赚钱？新来的别说话，先跪下听课。主播是法律界的泥石流。欢迎来到颠覆三观的普法课堂，准备好你们的下巴。感谢龙骑士大佬的厚爱，也感谢所有新来朋友的支持。看来大家对这种不一样的普法内容很感兴趣。那么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公安局长帮忙要回工程款，张三无罪。那么现在问题升级了，如果张三的亲戚不是公安局长，而是教育局长，同样是收了10万块，同样是打了个电话，同样是要回了被拖欠的工程款，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张三还会是无罪吗？各位老铁啊，实在不好意思，主播有点私人恩怨，不得不处理一下。电话来了，大家先别走，广告之后更精彩。我估计是去分个手，去就回，回来咱们继续直播解答教育局长的案例。我没听错吧？主播说他要去干嘛？分手？我操！写下10万在线观众去分手了！主播，你是我的神！吾辈楷模啊！兄弟们，把硬气打在公屏上！这直播内容也太丰富了吧！先是普法，然后是神豪，现在直接现场直播分手！主播别走，让我们看看你怎么分手的，学习一下。联合，你可算下来了，磨磨蹭蹭的，跟以前一样没时间观念。我今天来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你做个了断，我们不合适，分手吧。分手，可以。不过我很好奇，你旁边停着的那辆保时捷里坐着的，就是你的新目标吗？如果我没猜错，是那个追了你一阵子的暴发户儿子顽童。我没说错。是又怎么样？樊少比你这个穷光蛋强100倍、1000倍。他随便搜我的一个包，就顶你这种屌丝不吃不喝1年的工资。联合，我告诉你，跟着你这种没钱没势，只会死啃法律书的臭屌丝，我一辈子都看不到希望。你连给我买个好点的包都抠抠搜搜，你拿什么给我未来啊？你就是个废物，社会的渣子。说完了。看你这种废物，多说一句话都浪费我的口红。好，既然你说要2清，我们也把经济账算一下，把我去年借给你的2万块钱还我吧。什么钱？谁借你钱了？去年这个时候，你妈急性阑尾炎住院，手术费不够，你哭着找我，把我当时所有的积蓄2万块转给你了。当时你说的是手头宽裕了就还，白纸黑字的聊天记录还在。现在看你这一身行头，挺宽裕的，还钱吗？联合，你还要不要脸？那都是恋爱期间，
你自愿给我的，那是你爱我的表现，是赠与，赠与懂不懂？分手了还想往回要，你还是不是男人啊？黄雅莉，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我给你免费上一课，就当是分手礼物了。法律上，恋爱期间为表达爱意、增进感情的小额红包、日常消费的礼物，一般被视为无偿赠与。分手了确实不用还，但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大额财务往来，比如彩礼、购房款，或者有明确借贷意图的资金，比如你当时说的借先用用，以后还，并且在聊天记录有清晰体现的，在法律上可以被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或直接借贷关系。一旦结婚目的无法达成，或者借贷事实清晰，这笔钱你就必须还。你看这里你说林和，我妈住院了，手术费还差2万，你能不能先借我应急？我回好，别急，我转你。这里你说谢谢，这钱我手头宽裕了肯定还。这些字眼借、手头紧先用用，以后还，我可都完好无损的保存着呢，证据链完成。你要是想赖账也行，明天我就去法院递交起诉状和证据，到时候我不仅要你归还2万本金，连诉讼费、律师费以及这段时间的利息你都得一并出了。亏了2万块，背什么官司？留下记录，影响你和你那位樊少的美好未来，你自己掂量。林和，算你狠！你这种斤斤计较、小肚鸡肠的男人，活该穷一辈子。就你这样的男人，一辈子都发不了财，一辈子都吃不上4个菜。我祝你孤独终老。不好意思啊，黄雅莉，我想你可能要失望了，因为我很快就能天天吃上4个菜了，而你靠着透支青春和尊严换来的这一切，可能很快就连饭都吃不上。好自为之。主播回来了，嘿，分手成功了吗？看主播这表情不像分手的，倒像是去收了笔账。兄弟们看到没？分手费都到账了，2万块，1分没少。我操，懂法律的男人太可怕了，分手还能往回要钱？主播快开课，求分手讨债教程。我那前女友卷了我5万跑了。教程以后再说，咱们先把刚才的问题解决了。来，为了终结男女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今天我再免费送大家一个世纪难题的标准答案。假如你妈和你女朋友或者老婆同时掉进水里，你只能救一个，你先救谁？当然是先救老妈了。哥们儿，你打字的时候最好不要让你老婆看到。停，都别吵了。今天我就从法律角度给你们一个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答案是你必须先救你妈。嘿，主播是渣男，就是渣男。别急，听我解释，这里要引入一个刑法概念，叫做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简单说，就是你对某人负有法定的扶助义务，但你见死不救，就可能构成犯罪。对于你女朋友，你只有道德上的救助义务，救了是情分，不救你最多被谴责。但对于你妈，你们是直系血亲，你对她负有法定的赡养扶助义务，你不救她，眼睁睁看她淹死，那就构成了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是要坐牢的。学到了，学到了！以后女朋友再问，我就把法律条文甩她脸上。主播，我的再生父母啊，终于可以终结这个世纪难题了。好了，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大家早点休息，记得点关注不迷路。恭喜宿主完成随机任务，帮助10位网友解答法律困惑，奖励狂徒值乘200，加上之前的100，现在总共有300狂徒值。来吧，系统，给我抽奖，20连抽。谢谢惠顾，再来。恭喜获得兰博基尼10元优惠券。谢谢你啊，继续。恭喜获得冰丝骚粉色内裤1条。我要这玩意儿干嘛？恭喜获得人民币10万块！恭喜获得人民币10万块！恭喜获得体质强化丹乘1，抽到了60万现金奖励，加上直播的15万收益，资产瞬间突破了70万了！一夜暴富，这就是一夜暴富的感觉吧？
体质强化成功，当前体质45，元甲在世。卫生间3天之期已到，我要看明天你怎么开除。呵哥，你就是我的偶像，一夜之间给咱们所涨了35万粉丝，太牛了！贺神，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哥。昨晚的直播我录屏了，准备看100遍。何哥，你可得请客啊！没问题，今天晚上高级饭店香满楼我请客，大家不醉不归。哦，何哥万岁！上班时间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林和，你搞的那个直播我看过了，内容低俗不堪，什么白嫖行贿，简直是在败坏我们全景律所的声誉，想极其恶劣。魏主管，我为律所带来了35万粉丝和社会关注度，这难道不是功劳吗？功劳？我只看到了负面影响。为了给律所挽回声誉，经我决定，你被解雇了。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收拾东西滚蛋！听不懂人话吗？我让你滚！我听说咱们所出了一个一夜成名的大功臣，是哪位青年才俊呢？快让我和楚董见识见识。老魏，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听说我们所的大功臣要被你赶走了？哼！聂主任，楚董，你好好听我解释，这是个误会，他天大的误会啊！我这是用激将法激励小林呢啊！对，激将法，情人嘛，不逼一把怎么能成才呢？我刚才是跟他开玩笑的。小林呐，你说是吧？这个当主管的都是为了你好啊！这演技，奥斯卡都欠你一座小金人啊！主任、楚董，咱们都别站着了，请到我办公室，我给您2位详细汇报一下小林的这次丰功伟绩。小林呐，你先回去工作，待会儿我跟主任汇报完你的功劳，再叫你过来领赏。主任、楚董，你们是有所不知啊，那个林和他有点飘啊。主任、楚董，那林和仗着自己有点功劳，就目中无人，昨天还无故旷工大半天。是啊，聂主任，我表哥说的对，林和还想拉住我单干，说要自己开个工作室，把咱们律所的粉丝全带走呢。真是这样，没想到他年纪轻轻，心思这么不正。魏主管，我能进来吗？我刚才在外面听到你们在表扬我太激动了。聂主任、楚董，你们可千万别误会，魏主管对我可好了，他刚才真的没有要赶我走，更没有让他外甥顶替我的意思，他都是为了激励我。生金，你还敢骗我？不是的，主任，这小子在演戏呀！魏生金，你这个天杀的，老娘辛辛苦苦在家给你带孩子，你居然敢拿着家里的钱在外面养小三儿，看我不撕了你！别打了，疯婆子，给老子留点面子啊！面子？你跟那个狐狸精在床上的时候，怎么不要面子了啊？聂主任、楚董，我要举报魏生金长期利用职务之便虚报发票，侵占公司财产高达30多万，这是证据。我们接到举报，魏生金涉嫌职务侵占，现在需要带他回去协助调查。
我宣布，从现在起开除卫生巾，解除其在全景律所的一切职务和合伙人身份。银河，这次你做得很好，为了表彰你的功劳，也为了树立一个好榜样，我决定破格提拔你为新人部主管，现在生效。林和，坐。这次你可是我们律所的大功臣，也是个受了委屈的小可怜。说吧，想要什么补偿？出动严重了，这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分内的工作，我可没见过哪个实习生的分内工作是把主管送进去的。走吧，别跟我客气了。为了补偿你受到的惊吓，姐姐带你去买几件新衣服，就当是新官上任的贺礼。切，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们的大律师林和吗？怎么刚分手就耐不住寂寞，抱上富婆了？林和，你还要不要脸了？跟踪我到这里来，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里的地毯都比你全身家当贵。雅丽，别跟这种穷屌丝废话了，一看就是来蹭空调的。把你们店里最贵的包拿出来给我女朋友看看，然后把这个碍眼的家伙给我赶出去。哎，小子，地摊货一条街在隔壁，滚去那边逛吧，那里才适合你。小帅哥，姐姐被人欺负了，你可得帮我出头哦。给我走！把你们店里那款最新的限量版包包拿出来。切，装什么大尾巴狼？你看得起，买得起吗？初姐，喜欢吗？喜欢的话，我买给你。刷卡，全款。亲爱的，我也要那个包，你不给我买，就是不爱我。想装逼，那就让你装个够。提刀，对他使用厄运降临。不好意思，先生，您需不需要去一下洗手间？小林，你真是个活宝，太解气了。深藏功与名。林主管，您请喝茶，这可是我托人搞来的顶级大红袍。嘿嘿嘿嘿。大家听我说，为了庆祝部门新气象，今天晚上香满楼，我请客，大家敞开了吃，敞开了喝。好耶！好耶！请问林和在吗？大春，毛大春，你怎么了？你这脸怎么回事？车子出事了，我
我爸在工地上干活，被掉下来的钢筋砸断了腿，医生说是2级伤残，下半辈子可能都得在轮椅上过了。工地那边怎么说？赔偿呢？那个叫丁修的工头不仅1分钱不赔，还说是我爸自己违规操作，让我们赔他们机器的钱。我气不过，找他理论，还被他的手下给打了。大春，你放心，这个案子我免费给你代理，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1分钱都不能少。这个公道，我替你讨回来。盒子，叔知道你是好心，可对方是恒远集团，那可是咱们市里最大的公司，咱们斗不过人家的，算了吧。叔，这怎么能算呢？你这是工伤，他们必须负责。爸，盒子现在是大律师了，而且他们还打了我，这口气我咽不下。丁工头你好，我是全景律师所的律师黎和，代表我的当事人毛文国先生来跟您商讨一下关于他工伤的赔偿事宜。律师？吓唬谁呢？我告诉你们，那老东西是自己不长眼，关我们屁事？还赔偿？他没赔我们机器钱就算好的了。还有你个小瘪三儿，你这个月的工资也别想要了，赶紧给我滚！再敢在这瞎逼逼，信不信我让人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断？呸！听见没？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被告方作为用人单位，未能提供安全的生产环境，应承担全部责任。丁工头那天催得紧，说晚上大老板要来视察，让我们玩命干，安全措施都来不及做。经本庭审理，现判决如下：因原告方毛文国未能提供证明其伤害与被告方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充分证据，故判定原告方自行承担70%的责任，被告方恒远集团出于人道主义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93200元。黑幕，这里面绝对有黑幕！系统，给我对那个姓曹的律师使用心灵探测。原告律师，你对判决结果是否服从？再不回答，我就视为你藐视法庭了。高法官，是否服从判决这件事，咱们先不提，我就简单的好奇的问一下。红顶会所的69号姑娘身材怎么样啊？安静！原告律师，请注意你的言辞，不要说一些与本案无关的话，否则我将以扰乱法庭秩序罪将你驱逐出去。高法官，别激动嘛，我就是随便问问。既然您对69号没兴趣，那我们聊点别的，比如说您停在法院楼下那辆尾号6638的黑色轿车。是亲戚间的友好馈赠吗？高法官，这些证据您看它充分吗？还有，上个月，哎呦！喂，您好，是检察院吗？我要实名举报江城市法院法官高超在审理毛文国诉恒远集团工伤赔偿案中涉嫌收受贿赂、枉法裁判。喂，纪委吗？我举报。林律师，请问庭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审判长会当庭晕倒？林律师，有传言说您当庭举报了法官，是真的吗？作为一名法律人，
我的职责不仅是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更有义务维护法律的尊严、公正。当法律的天平被腐败的黑手蒙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擦亮它。道德光。红顶会所69号技师找到了。律师当庭把法官送进去。那个敲锤的，你完了。人才，天纵奇才，银河这一战比我们花1000万打广告的效果都好。这样的人才不能再当主管了。我提议破格提拔林和为我们律所的高级合伙人。林律师，你好，我叫雍静雯，是公安局的。哦，这不是签文上什么？怎么今天不在网上科普，是来线下夸我了？我是代表我们领导来的。鉴于你现在巨大的网络影响力，我们希望你能和警方合作，利用你的平台推广一下官方的反诈骗 APP。当然，合作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个法律问题：如果一个酒托骗张三消费了一瓶82年的拉菲，但事后发现那瓶酒是假的，请问这个酒托构成诈骗罪吗？这个问题简单，关键在于酒托骗的是什么。如果他骗的是张三的钱，那酒的真假就是关键。假酒骗钱构成诈骗，但如果他骗的是张三的同意，让他误以为能发生点什么才消费，那骗的是性同意权，这就不属于诈骗罪的范畴了。雍警官，你在教我做事啊？雍警官，你以为我这个千万粉丝账号好做吗？我为了想段子，头发大把大把的掉；为了赶热点，熬夜熬到内分泌失调，周末没得休息，约会都没时间，到现在还是单身狗一条。那个，雍警官，你看我们这次合作，是不是也得有点活动经费啥的？会向上面申请的。您就是网上的那个张三律师吧？阿姨，您是？张三律师，求求您救救我儿子吧！我儿子3年前在恒源集团工地上班，被一辆失控的渣土车撞成了半身不遂。可他们竟然赔了几万块，之后就不再管了。我这3年上门讨说法，却都被人当成了诈骗犯呢。钱总，自从那个律师把高法官搞倒后，我们集团的负面舆论就没停过。现在很多以前被我们压下去的案子，受害者都开始闹起来了。一个小小的律师，也敢动我恒远的根基？查，给我查清楚这个法外狂徒张三到底是什么来头，然后派人去跟他好好谈谈。张三律师，这里面是我全部的积蓄，只有3000块，我知道不够，但求求您帮帮我们吧。啊，就这么多了，还要不要？切！哎呀！老奶奶，您放心，这个案子我接了，律师费1分钱不要。恒远集团是吧？这个公道我替您讨。啊，林律，恒远集团的所有资料，包括历年来所有诉讼案件、股东结构以及总裁秦川的全部个人信息，5分钟之内我要全部看到。老板，这是要屠龙了呀！法外狂徒，替天行道，严惩黑心企业。恒远集团，恒远受害者联盟请求张三律师为民做主。林律，你别下来了，下面已经封了，他们说都是你的粉丝，组团来委托你告恒远集团的。
哎，我操！你不是那个法外狂徒张三律师吗？偶像啊！来来来，先给我签个名，合个影儿。今天车费不要了。哎呀，这不是张三律师吗？哎呦，快快快，给张三律师让座！律师啊，你快给我看看，我邻居占我家半平米的地，监管死人的。又来一个蹭空调、拍照发朋友圈的穷学生。你好，这辆车能介绍一下吗？帅哥，看那边，那台你应该买得起啊。要不要我帮你申请个零首付啊？不用介绍了，就那台，全款。林先生，您真是太有眼光了。这是您的购车合同和所有资料，我都给您整理好了。您渴不渴呀？要不要喝点什么？我们这有现磨的蓝山咖啡。哎呦喂呀，撞死人了！我的老腰啊，断了！断了！你他妈怎么开车的？没长眼睛啊！撞了我爹！今天这事儿没个10万8万的，你别想走！大哥，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您看，怎么回事？少废话，先拿2000块医药费出来。大哥，2000怎么够？我看大爷伤得不轻，我给您转5000。钱是小事，只要您别生气，别报警就行。哎，看，撞车嘞！啊，这谁把谁给撞了？啊，怎么撞成这样啊？喂，警察同志吗？我被抢了，就在福源路，他们刚抢了我5000块钱。对，人还没走远。警察同志，请看，这个手机是对方故意拍打造成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这叫故意损毁财物。如果鉴定损失超过5000块，那就构成了故意毁坏财物罪。再看这个转账，对方以暴力、胁迫的手段强行索要钱财，这叫敲诈勒索罪。最关键的是，根据刑法第269条，在实施诈骗、抢夺财物过程中，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可以转化为抢劫罪，起步就是3年以上。监控显示，对方有明显的碰瓷和暴力威胁行为，人赃并获，全部带走。琳琳，出大事了！你这辆车是辆事故车，大修过的那种，车头有过严重撞击，安全气囊都爆过。4S 店这帮孙子把翻新车当新车卖给你了。小天，把车开过来，我们去4S 店跟他们好好聊聊。哦，车有问题是吧？小事儿，这样吧，我做主，送你们2次免费保养，再送1套脚垫，这事儿就算了。年轻人，火气不要那么大，做人要懂得变通，多个朋友多条路嘛。这事儿啊，就这么算了吧。啊，范经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的3倍。我的要求很简单，退1赔3。退1赔3，小子，你哪个法律大学刚毕业的？是不是书读傻了？你以为法律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不懂社会的险恶呀！我是一名律师，这是我的名片，也是我给你以及你们4S 店最后的机会。哼，律师，老子见过的律师比你吃过的盐都多。哼，哎呦，还高级合伙人啊！就你这毛都没长齐的样子啊！赶紧给我滚，别在这浪费我时间。年轻人不欺胜，那还叫年轻人吗？林律，就这么算了？算了，好戏才刚开始。小店，你一份起诉书，把
这家 4S 店跟他们总公司一起告了。对了，在起诉人林和后面帮我加个括号，写上狂徒3。看到没？一个愣头青律师，以为背了2条法律就能吓唬我，被我几句话就给怼回去了。在社会上混，光懂法律有屁用，得懂人情世故。喂，黄董，您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樊翔，你这个蠢货，猪脑子！你知不知道你他妈得罪了谁？黄董，我得罪谁了？他就是那个在法庭上把法官都送进去的狂徒张三。老子现在因为恒远集团的破事儿焦头烂额，你还敢去惹这尊瘟神？你想死别拉上我呀！哎，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现在立刻马上去把他给我请回来！不是请，是跪下求他回来，求他回来！林律，不好了，出大事了！怎么天塌下来了？还是恒远集团总裁秦川亲自来给我磕头了？比那还离谱！您快看楼下！我靠，这就是得罪了咱们狂徒张三的下场吗？太惨了，活该！卖事故车的奸商就该这么治。林律师，林神仙，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都怪我有眼无珠，用了樊想这种蠢货。林律师，那辆宝马 X5的钱全额退还，另外旗下所有的4S 店，任何100万级的豪车，您随便挑一辆，就当是我给您赔罪了。只求您高抬贵手，撤诉吧。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只要您肯代理我和我老婆东江省金牌律师杜月的离婚官司，律师费您随便开。第一，那个姓樊的，我看他不爽，让他滚。快滚！第二，你这个案子对手是杜月姐，很难办，得加钱。林律师久仰大名啊！希望这次庭审我们能友好交流。丁工头那天催得紧。反对！审判长，我反对原告方出示这份证据。反对理由：这份录音是原告的儿子毛大春在明知对方是证人的情况下私下录制的，这属于典型的诱导性举证，不具备合法性。我申请该证据无效。警告：检测到对方证人席中有人心理波动剧烈，存在伪证嫌疑。审判长，关于证据合法性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议。我现在请求当庭询问对方的一位证人，一个看似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王师傅，我就是想问问，您女儿上周收到的那笔10万元助学金，是您向恒远集团的工头丁修借的吗？我全都说，是恒远集团的丁修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上庭做伪证，说事故是老毛自己不小心造成的，我不是人啊，我对不起老毛。查，给我查！这个林和到底住在哪儿？开什么车？阿伟，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让那个叫林和的律师永远闭嘴。
小子，天堂有路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下车领死吧！正好，刚从系统抽到的36世接话发还没开张过呢。哟，小子还挺能装啊！兄弟们，给我上！先把他那2条腿打断！啊！我靠！一起上！哎呀！雍警官，不用审了。这人心里想的是，秦总给的钱太少了，这活亏大发了。说，谁派你们来的？是秦川。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审判长，在您宣判之前，我方请求提交一份新的证据。反对，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允许提交。各位请看，这份由热心市民提供的财务报告很有趣。在恒远集团的账目上，每年都有一笔高达数百万的特殊公关费。这笔钱没有发票，没有明细，但我们发现他的收款人账户户主名叫周富贵。各位可能不认识周富贵，没关系，但你们一定认识。3年前负责处理老奶奶儿子那起交通事故的交警支队副队长周富国的亲弟弟。此案性质重大，本庭决定立刻休庭，将所有证据移交检察院和纪委。林大师，您真是神仙下凡呐！恒远集团呐，说倒就倒了，我的案子就全拜托您了。一个恒远倒了，没什么了不起。黄总，别高兴得太早。你这个案子，你的对手才是真正的 boss。林律，你让我们查的这个杜月，我们查了1夜。啊，他不是律师。他是个魔鬼！林律，这个案子要不咱们还是别接了，钱是小事，命要紧呀！触发史诗级任务：女王陨落。任务要求在离婚诉讼中彻底击败金牌律师杜月，并使其净身出户。任务奖励：神秘彩蛋乘1，开启高级抽奖权限。魔鬼，我喜欢，就让我来会会他。王总，告诉杜月前辈，这个案子接了。还有，替我问候他，就说我喜欢吃烤乳鸽，让他下次把孜然和辣椒面一起寄过来。小孩子过家家的把戏。兄弟们，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千万不要打草惊蛇，你要做的是悄悄收集证据，特别是电子证据，他和别人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酒店开房记录，想办法全部搞到手。第二步也是最狠的一步，
在他反应过来之前，立刻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他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股票和房产，让他从富婆变成富婆。最关键的第3步，如果他提前把财产转移给了他的亲戚、闺蜜，甚至是小白脸情人，怎么办？别怕，只要你能证明这笔钱是你婚内的共同财产，我们就可以起诉那个第3方，以恶意串通、损害第3人利益为由，把钱一分不少追回来。所以说，各位，法律是门艺术，只要你玩得够好，就没有打不赢的官司。有些人以为自己是前辈，就可以倚老卖老，在事实和法律面前，你算老几？黄鸿飞，你1个月有20天不回家，剩下的10天有8天是醉醺醺的回来，你还有脸在这里谈家庭责任？林律师，我知道你喜欢搞些小动作，但在证据面前，一切都是徒劳啊！这不可能！我从来没签过这种东西啊！黄鸿飞，你老年痴呆了吗？这可是你自己签的名，还按了手印，想赖账，晚了！警告：检测到伪造文件，伪造水平大师级，签名模仿度99.9%，笔迹鉴定无效。小家伙，法律的水深得很。现在撤诉，姐姐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哼，杜律师，别急，签名可以模仿，但指纹可模仿不了。我申请对这份协议进行指纹鉴定。激动，就是现在对杜玉使用心灵探测。小鬼头，还想跟我玩指纹？那份协议上，我早就让李伟处理干净，只有黄鸿飞的指纹。只要李伟那边不出岔子，黄鸿飞就死定了。李伟，小天，去查一个人，李伟，上河律所的律师，我要他所有的资料，特别是他和杜月的关系，以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信息。好的，林律。林律，查到了。这个李伟是杜月的学弟，也是他的情人，而且3个月前，杜月把自己名下的一套豪宅过户给了他。杜月、李伟情人、豪宅、财产转移，黄总想赢？想，做梦都想。林大师，你说我该怎么做？想赢的话，就按我说的做。明天你去偶遇一下这个叫李伟的。偶遇他，然后呢？然后用你能想到的最恶毒、最侮辱人的语言，狠狠地羞辱他。好，记住，一定要录音。审判长，这份证据足以证明，被告黄鸿飞先生在婚内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我方申请。反对。审判长，根据民事诉讼法，原告律师该证据的取证程序存在严重瑕疵，不具备证据能力。判对有效。审判长，我请求提交最后一份证据。我呸！李伟，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杜月养在身边的一条狗，吃他的，用他的，还睡他的。哼！你才是狗，你全家都是狗！黄鸿飞，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你老婆杜月早就把你的钱转到我名下了。那份狗屁协议上的签名就是老子模仿的！你这个蠢猪，你的一切早就都是我们的了！你老婆的人，你老婆的钱，全都是我的！这不是真的，这是伪造的！杜律师，请问这份我当事人通过合法钓鱼获取的录音，是否可以作为您和您同伙伪造证据、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伪造的，这是伪造的，这是陷害！你这是非法取证，无效！杜律师，看来您业务太忙，基础知识都忘了。我来给您免费复习一下
合法钓鱼和非法引诱的区别：非法引诱是指当事人本无犯意，在你引诱下才产生犯意；而合法钓鱼是指当事人本就有犯意，你只是创造条件让他暴露出来。你的小情人李伟本就参与了伪造证据和转移财产，我当事人黄鸿飞先生只是骂了他几句，他就主动把所有罪行都嚷嚷出来，这叫犯意明示，完全合法有效。审判长，我请求提交第2份证据。不可能！你怎么会？本庭宣判支持黄鸿飞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杜月因涉嫌伪造证据罪、职务侵占罪、恶意转移财产罪，性质极其恶劣，本庭决定当庭逮捕。联合，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恭喜宿主完成史诗级任务，女王陨落，获得奖励神秘彩蛋乘1，获得奖励高级抽奖权限已开启。高级抽奖先不急，让我看看这个史诗级奖励到底是个啥玩意儿。神秘彩蛋史诗级，开启需求：黄图纸乘100，备注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才100点，我还以为要1000点呢。皮头，给我开！恭喜宿主获得永久性神级技能法律领域技能说明界面，技能名称法律领域神级被动技能效果。当宿主进入思考状态时，可在脑内构建一个虚拟法庭，此领域内宿主可模拟案件所有可能的走向，并自动以红色高光标记出对手证据链中最薄弱的环节或相关法律条文中的致命漏洞。备注：在你的领域里，你就是唯一的法神。我靠，这不就是个超级诉讼模拟器加bug查找器吗？这下真的无敌了！雍警官，这人是国际 A 级通缉犯，杀手幽灵。他心里想的是，这次任务的雇主是来自京城的一个神秘组织——天眼。林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惹上天眼的，但你必须万事小心。这个组织远比你想象的要恐怖。知道了，多谢雍警。喂，你疯了！什么想开的？让去死！你放开我！你凭什么救我？让我去死！家没了，父母没了，钱也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触发特殊任务：古神的复仇。任务要求：帮助黄宗志夺回一切，并让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任务奖励：神秘彩蛋乘1，开启系统商城。喝！今天我陪你喝个够。喝完了，明天咱们就去干死那对狗男女。老黄，跟你说，你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简单的离婚财产纠纷，还以结婚为名骗你财产，这叫诈骗罪。
他和你兄弟合谋卷走你的钱，这叫职务侵占罪。你爸妈被他妈间接气死，这叫过失致人死亡罪。你信我，我不仅能帮你把钱一分不少的拿回来，还能让那对狗男女把牢底坐穿。真的吗？必须的。哟，这不是黄总吗？怎么要饭要到我这儿来了？胡女士你好，我是黄忠志先生的代理律师。律师？他现在付得起律师费吗？别是个街边发传单的骗子吧？小子，识相的赶紧带着这个废物滚蛋！别在这儿影响我们做生意，不然信不信我让你躺着出去？诈骗婚姻，转移上亿财产，还背着2条人命。二位10年以上有期徒刑，够你们在里面踩缝纫机踩到冒火星了。小逼崽子，你找死！嘿，上大鳄就等你动手呢。季等，给他们俩一人来一张厄运降临。这是，我操，这什么味儿啊？是谁把化粪池炸了吗？喂，你好，我要举报风尚健身会所存在严重的公众卫生安全问题，疑似爆发了大规模传染性肠道疾病。因为有联合提供的确凿证据链，加上健身房事件，查出了五金联和金明山的大量违法经营问题。法庭宣判五金联和金明山数罪并罚，所有非法所得全部返还给了黄忠志。黄忠志感激联合，不仅支付了高达8位数的天价律师费，还主动提出要帮联合理财。钱不过是一串数字罢了。恭喜宿主完成特殊任务“股神的复仇”，获得奖励神秘彩蛋乘1，系统商城已正式开启。又来一个的，让我看看这次能开出什么好东西。系统给我开！恭喜宿主获得唯一性神级技能“审判之眼”。技能说明界面，技能名称：审判之眼，唯一神级，被动。技能效果：宿主在观看任何与案件相关的视频、图片或阅读文件时，能自动识别其中所有与违法犯罪相关的细节，并以红色高亮标记，同时自动进行信息解析。备注：在真相面前，一切伪装都将无所遁形。究极的证据发现技能，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这批货纯度不错，下个月我们还需要一条从金三角到江城的新航线，需要你们天眼组织提供保护伞。放心，只要钱到位，江城没人敢查你。聂主任，您找我。小林呐，最近江城出了件大事儿，你知道吗？我看到了，聂主任，这种无法无天的组织，性质极其恶劣，就该全部抓起来枪毙。你的正义感我很欣赏。这里有个案子很重要，我只信得过你。
主任，我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并购案如果按照常规流程走，税费会非常高。我斗胆用了一个比较接近但完全合法的离岸基金避税架构，可以为客户省下一大笔钱。好，小林，你真是个天才，不仅有能力，更有分寸。今晚我做东有个非常重要的私人宴会，我带你去见识一下我们真正的世界。各位，安静一下，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位新朋友，我们未来的首席法律顾问林和。小林呐，这是给你的见面礼，签了它，你就不再是打工的律师，你将是制定规则的人。精彩，真是精彩呀！林和，我给过你机会，现在欢迎来到你的葬礼。开火，把他给我打成筛子，让他知道挑衅天眼的下场。尝尝这个最新研发的电波杀手2.0，专治各种系统不服。检测到未实强干扰，信号断断续续，我的神迹，我的法律领域，它变灰了，无法调用。宿主，我瞎了！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警方包围了，立刻放下武器！重复，立刻放下武器！兄弟官，先生，这是他们所有人的犯罪证据，关键证据！昨日晚间，在警方对于跨国犯罪集团进行突击行动中，发现知名网红律师法外狂徒张三，本名林和，竟为该犯罪集团核心头目。林和在与警方交火中中弹，后坠海失踪。目前，警方正全力搜捕，初步判断其已畏罪潜逃。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张三无罪。先生，看来那个电波杀手还真有点东西。72小时，系统大佬，你这是中了病毒，还是在用 Windows 98重启啊？能不能效率点？林兄弟，不能忍，你怎么样啊？严不严重？你等着，我这就报警回国，召集我所有兄弟，带上家伙去把那狗屁天眼的老巢给平了！妈的，敢动我黄忠志的恩人！哼！老黄，冷静，别冲动。你的心意我领了。在现在是什么时代啊？
信息时代、金融时代，打打杀杀那一套太 low 了，而且后患无穷。咱们是文化人，是体面人，复仇也得用体面人的方式。你不是号称东南亚古神、金融狙击手吗？现在轮到你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我要你在72小时内用钱给我狠狠的砸垮他们！天眼旗下主营地产的天坤实业股价，开盘即被巨额卖单封死跌停板，盘面一片死寂，绿得发慌。天眼控股的科技公司慧眼科技遭遇前所未有的恶意做空报告和巨额空单，股价如同跳水般直线暴跌，市值瞬间蒸发近100亿。天眼参股的金融机构金汇通出现挤兑传闻，资金链断裂风险飙升。废物，全都是废物！我们的操盘手呢？我们的资金呢？连个小小的技术性调整都应付不了吗？查，给我查，到底是谁在搞鬼？聂风，来都来了，躲在车里吹空调都没意思。捉迷藏也太小儿科了，敢不敢进来陪你三哥我玩个真正的游戏？欢迎来到我的普法小课堂游戏。第一个问题，门口那位穿着阿玛尼西装、端着 MP5 的兄弟，注意听讲。根据刑法第128条，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猜，就你手里那家伙，够不够情节严重？你能不能在看守所里准时看到下一届世界杯的直播呢？还有2楼钢架上那位狙击手大哥，你这瞄准镜对着我，可就不是非法持枪那么简单了，你这叫故意杀人罪未遂。根据刑法第232条，哪怕未遂，也是10年起步。10年后出来，你老婆可能都跟隔壁老王跑了，孩子都上小学了，管别人叫你爹吗？想想这画面。啊！老铁们，家人们，很抱歉，用这种不太体面的方式和大家再次见面。如你们所见，我还活着，曾正被一个叫做天眼的无法无天的犯罪组织追杀。他们人很多，枪很猛，胳膊还挂了彩。现在躲在这个布工厂里，真的很怕。我靠！三哥是三哥，他真的还活着！这是什么好莱坞大片现场直播版？太刺激了吧！天眼组织是新闻里那个吗？保护我方三哥，兄弟们，报警啊！疯狂打110联合艾特网警。三哥都这样了，还不忘直播，敬业泪目了。大家看到这个倒计时了吗？等它结束，我的外挂，不是我的法律知识库和证据库将完全恢复。届时，我将向全平台、全世界公开天眼组织所有的，包括他们保护伞在内的核心犯罪证据，让他们无所遁形。
一群饭桶！信号干扰呢？给我掐断他的直播，找到他，立刻马上干掉他，不能再让他胡说八道了。叮，系统 2.0 版本重启成功，欢迎来到王者归来。所有神级技能已恢复，并得到全面强化，新功能解锁天网恢恢，区域信息全掌控。老铁们，最精彩的部分要来了，直播间可能会有点晃，大家抓稳了。烈风，游戏时间结束，现在轮到猎人了。废物！一群没用的废物！开枪！随便朝有声音的地方开枪，打死他！令和，滚出来！我看到了，你就在附近，再不出来，我就引爆炸弹，大家同归于尽！我先毙了这个废物！聂风，根据刑法第239条。你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已构成绑架罪，情节恶劣，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你所谓的自毁程序，若真的启动并造成人员伤亡，你将构成爆炸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死刑是你唯一的归宿。你每多说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你的罪名就可能多加一条，比如寻衅滋事。你还想站在这里跟我聊多久？输了，全完了，一切都完了。聂风落网，但天眼根基未伤。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假装被聂风侧覆，以戴罪立功、寻求庇护的姿态，骗取他们的信使，打入天眼组织内部。我要去当卧底。你疯了，林和！你知不知道天眼组织到底有多恐怖？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渗透到了各个层面。你一个人进去，等于羊入虎口，这是去送死，我绝对不同意。小林，这个计划太冒险了，卧底工作需要长期的准备、周密的计划和外围支援。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你。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聂风的口供，从外部逐步瓦解他。这是最快也是最彻底的办法。聂风不过是马屁精，只有打入他们核心，才能连根拔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有计谋，我有我的方法和把握。哼，怎么大名鼎鼎的林律师是来看我笑话，还是来送我最后一程的？不，我是来给你指条明路的，一条或许能让你活下去的路。你现在的罪名随便拎出几条，都够你把牢底坐穿。数罪并罚，最好的结果是无期徒刑，但更大的概率是死刑，立即执行。但是法律也给了戴罪立功的机会，如果你能配合，做出重大立功表现，我或许能帮你争取到一个死缓的机会。死缓意味着你不用立刻死，只要在缓刑期间不故意犯罪，就能减为无期。你想怎么样？很简单，联系你的上级，告诉他们你成功的说服我林和愿意弃暗投明，为天眼组织效力，告诉我想觐见组织的更高层，展现我的价值。林律师久仰大名啊，果然是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我是白先生，聂风的上司，也能迷途知返，选择与我们合作，首长和我都感到非常欣慰啊！欢迎加入我们。不过，按照组织的规矩，新人，尤其是像林律师这样身份特殊的新人，需要交一份投名状，以示诚意，也让下面的兄弟们放心。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京城
作为我们组织的代表律师，出面处理掉一个不太听话、试图反水的合作伙伴，让他彻底闭嘴。老黄、朱董，情况有变，他们给我的投名状任务目标就是你。老黄，他们要我在京城的一场指定官司中，亲手把你送进监狱，并剥夺你的大部分财产。什么？他妈的，这个狗屁天眼！林兄弟，你说怎么干？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我信你。你说往东，我绝不往西。需要我配合什么，尽管开口。这场官司，他们一定布下了天罗地网，法官、陪审团，甚至对方律师，很可能都是他们的人，证据也肯定做了手脚。你等于是要在他们的绝对主场打一场几乎不可能赢的官司，还要反过来保全老黄。主场，在我的法律领域覆盖范围内，在我的法律知识面前，全世界任何一个法庭都是我的主场。他们想玩法律，我就陪他们玩到底。老黄、朱董，按计划准备，我们给他们来一出将计就计，釜底抽薪。反对，审判长，我反对对方律师的这个举证方式，理由是对方律师长得太帅了，严重影响了我的辩护思路和发挥。审判长，虽然作为辩护人，我很不想承认，但这些经由我方核实的交易记录，从表面上看，确实是真的。我的当事人黄忠志先生，在某些商业决策上可能真的存在疏忽，这场官司我们可能真的要输了。做得很好，林律师，你证明了你的能力和忠诚。这份投名状，首长非常满意，他决定亲自见一见你这位法律界的奇才。小林，你来了，坐。你在江城搅动风云，在京城法庭上又能屈能伸，完美的完成了任务。你的能力，你的手段，尤其是你对法律那种颠覆性的理解和运用，我都看到了。很好，非常好。聂风虽然废物，但看人的眼光还算不错。小林，你要明白，我们天眼不是那些只会打打杀杀的低级犯罪集团，我们要做的是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隐形的帝国，通过绝对的控制经济命脉，垄断舆论喉舌，最终影响甚至主导这个国家的权力更迭和未来走向。而你，林和，将成为我们这个庞大帝国里最重要的基石。你将拥有无尽的财富和权力。首长，在您慷慨地发出这份邀请之前，我想我有必要先告诉您一个小小的坏消息。哦，坏消息，说来听听。在您自以为设计完美、必胜无疑的那场针对黄忠志的官司里，您以及您所代表的天眼组织输了，而且是一败涂地。小林，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但信口开河就不可爱了。黄忠志罪名成立，白纸黑字的判决书已经下达，具有法律效力。你想推翻？凭什么？就凭你那张嘴巴？首长，看来您日理万机，专注于宏图大业，可能没空关注最高法上个月刚出台的关于市场经济活动中胁迫行为认定及法律责任划分的最新司法解释补充条款。根据该补充条款明确规定，在商业活动中，一方利用其信息不对称优势、市场支配地位或非法暴力胁迫等手段，迫使另一方进行的看似自愿，实则违背其真实意愿的交易操作，其所有因此产生的商业记录和法律后果，均可被认定为被胁迫下的非真实意思表示，其法律效力待定，且胁迫方需承担主要乃至全部法律责任。而我当时在法庭上无奈呈上的这些真实证据，
经过巧妙的排列组合和法律定性引导，恰恰完美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黄忠志的所有涉案商业行为，他本人也是受害者。所以，根据最新司法解释，黄忠志不仅无罪，反而可以就其所受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赔偿。而你作为胁迫行为的组织者、领导者，已经构成了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罪以及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数罪并罚。我帮您初步估算了一下，把牢底坐穿都算是法官格外开朗了，死刑也并非没有可能。来人，警卫，杀了他！立刻杀了他！全国的老铁们，全世界的观众们，无论你们是在深夜还是白天，请暂时放下手头的事情，别睡，起来看一场前所未有的审判。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公开审判这个隐藏在光鲜外表下的巨大毒瘤天眼组织，公审他们的最高首脑。天眼组织涉嫌触犯刑法第347条贩卖毒品罪，第151条走私罪，第191条洗罪，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第294条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共计37项重罪，铁证如山。而你，身为国家高级干部，深受人民信任，你却亲手参与制定了反洗钱法，背地里却成了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洗钱黑手之一。你站在台上高喊反腐倡廉，台下却成了最大的腐败根源和保护伞。你的行为是对法律最极致的亵渎，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彻底的背叛。我是为国除害，我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我没有错。雍警官，可以抓人了。恭喜宿主完成终极任务——天眼陨落，奖励黄图值乘10万点。系统正在进行终极进化。恭喜宿主，你已拥有参与和修正规则的权限。林律，您看，自从您公开审判天眼首脑的直播后，咱们律所官网和您的私人邮箱都快被委托信挤爆了，全国各地的都有，甚至还有海外华人发来的求助。林律，我们初步筛选了一下，有几个案子比较特殊，可能需要您亲自看看。这个自愿奋斗协议有点意思，把详细资料给我。拿一纸自愿协议就想买断员工的健康和生命，这资本家的算盘打得我在江城都听见了。联系这些猝死员工的家属，这个案子我们接了，公益代理分文不取。是，林律。林律，灯塔基金会没听说过，是天眼残党还是新的对手？三哥，我哭了！我们公司就有这种自愿加班的协议，不签就不给转正。张三普法，直击灵魂。今天又是拯救社畜的一天。哎，三哥，星海科技那个案子是真的吗？能告赢吗？那可是跨国巨头啊！老铁们，今晚我们不玩梗，聊点沉重的。什么叫自愿奋斗协议？这就是一张披着合法外衣的现代卖身契。他试图用你的签名买断你的健康权、生命权，甚至是你死后家属的追诉权。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1条，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任何要求劳动者超时、超负荷、无安全保障工作的协议都是无效的。如果因为这样的无效协议导致员工伤亡，公司不仅要承担工伤赔偿，家属还可以追究其侵权责任，要求支付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不是简单的劳动纠纷，这是涉及人命的刑事案件边缘。看来灯塔基金会已经注意到。各位请节哀，你们失去亲人的痛苦，我无法完全体会，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2件事：第一，星海科技那份协议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是废纸一张；第二，这件事我一定会为你们，也为所有被这种畸形文化压迫的劳动者讨一个公道。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星海科技存在系统性、制度性的过度用工问题，并漠视员工健康预警。这不再是简单的管理过失，而是涉嫌构成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线索。我们会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同时向劳动监察部门、安全生产监察管理部门进行实名举报。这种官司，我们不仅要赔偿，还要他们公开道歉、整改制度。对不起，没有预约，不能进入，请立刻离开。我是全景律所的律师，受委托前来交涉。律师？我们法务部只接待有预约的正式会谈，你们这种搞舆论煽动的，恕不接待。哎呀，是林和律师吧？久仰大名，我是赵明，下面的人不懂事儿，您别见怪。赵总监，客气话免了，这是律师函和相关证据材料副本，正式通知贵司，我们已代理王雷等7位猝死员工的家属，就贵司违法用工、漠视员工生命健康权一事提起诉讼和举报。林律师，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但我劝您有些浑水趟不得。星海科技是跨国企业，遵守的是国际最高标准的商业准则。您说的这些，无非是些个别员工不适应高强度工作环境的遗憾个案。我们有一套完善的自愿的激励机制和风险告知流程。灯塔基金会很欣赏您的才华，但不喜欢不守规矩的妻子。适可而止，对大家都好。否则天眼的教训，您这么快就忘了？赵总监，我也送你一句法律界的行话：威胁证人、代理人，情节严重的话是妨碍作证罪。您这级别3年起步。星海科技的态度大家看到，我们法律。另外，未将部分证据和今日交涉情况同步发布在个人社交媒体，真相从不惧怕阳光。总部的耐心是有限的，赵，灯塔那边对我们近期的曝光度非常不满，他们资助我们，不是让我们上社会新闻头条的。史密斯先生，我明白，都是那个叫林和的律师在搅局，我们已经在处理了，法律层面、舆论层面。法律，你们劳动法弹性很大，关键在于解释权。我要你确保在解释权的战场上，我们不能输。该打点的关系，该准备的学术支持都要到位。灯塔会通过他们在京城的渠道提供一些权威声音和国际案例参考，你要用好啊。是。另外，关于那几个闹事的家属，是不是可以个别安抚一下？用一些非公开的补偿方案，让他们撤诉。只要领头的不闹了，事情就好压下去。可以尝试，但要干净，不能留下把柄。记住，我们的底线是星海科技的管理模式不能成为被批判的典型。这是灯塔才华推广现代企业责任框架的重要试点。如果失败了，你我都承担不起后果。不只是想赢官司，是想把吃人的规矩粉饰成国际先进经验，立下来。好一个灯塔！老黄，是我。星海这滩水比想的还深，你在金融圈和调查圈人脉广，帮我暗中查查这个灯塔基金会在国内的活动，特别是学术赞助、智库合作，还有他们跟哪些层面有接触，要小心别打草惊蛇。明白。第二件，帮我留意星海那边可能会私下接触受害者家属，用高价个别和解来拆我们的台。如果有风声，及时告诉我。他们越想捂住，我们越要把盖子彻底掀开。交给我，林兄弟，你这是捅马蜂窝捅到蜂后跟前了，自己千万当心。
审判长，各位陪审员，我方首先必须澄清一个事实：星海科技是一家伟大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我们为员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全球顶尖的工作平台和无限的成长空间。所谓的猝死是极其罕见的、令人痛心的意外。这些是其为已故员工入职时亲笔签署的奋斗者自愿申请书及风险知情确认书，白纸黑字明确表示他们理解并自愿接受高挑战、高回报的工作模式，认可公司的激励机制，并承诺对自身健康负责。这是成年人深思熟虑后的自主选择。我方有完善的员工关怀体系，悲剧的发生，我方深表同情，也愿意基于人道主义给予适当补偿。但若将个别不幸事件归咎于公司合法合规的管理制度，不仅是对星海科技声誉的诋毁，更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对市场经济中企业自主权的无理干涉。原告方代理律师，请发表质证意见和陈述。对方律师说的很好听，自愿、契约、自主权。那么，我们首先来鉴定一下这份所谓的奋斗者自愿申请书和风险知情确认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件。根据民法典第496条、第497条以及劳动合同法第26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醒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大家请看，这里乙方员工完全理解并自愿承担因工作强度可能带来的一切健康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过劳、猝死等，并承诺放弃就此向甲方公司追究任何超出法定工伤范围标准之外的责任。这叫什么？这叫利用格式条款，单方面彻底的免除了用人单位法定的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义务。这是赤裸裸的排除劳动者生命健康权这一基本人权。这样的条款，无论劳动者是否签字，从他被写出来的那一刻起，就是无效的，废纸一张。接下来，我们谈谈自愿。我方提交证据组一：星海科技内部 KPI 考核制度、末位淘汰细则、奋斗者排行榜与晋升奖金直接挂钩的内部邮件。证据显示，不签署自愿协议或排名靠后者，将面临调岗、降薪乃至辞退。这还叫自愿吗？这是在用职业发展和经济生存进行胁迫。依据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并可要求赔偿。星海科技的行为虽未达到暴力程度，但已构成以其他手段经济胁迫，迫使劳动者违背真实意愿。林律师说的太好了，有道理。就是谁见过这样的？林和，你以为你赢定了？法庭上耍嘴皮子没用，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案子也拖不起，那些家属更拖不起。我们有最好的律师团队，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和时间陪你耗，耗到他们绝望，耗到你身败名裂。赵总监，你是不是忘了我的外号？什么？法外狂徒张三。我这个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你们以为稳操胜券的规则游戏里掀桌子。顺便告诉你，我已经把你刚才那番耗到家属绝望的言论录音了。这算不算威胁诉讼参与人，意图干扰司法公正的新证据？查，这就是你处理的结果。法庭上被那个小律师压着打，舆论完全失控，总部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腾塔基金会那边也非常不满。史密斯先生，我们已经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公关应对，联系了多家友好媒体，也聘请了水军引导舆论。
呀，但那个林和他太懂得利用网络和公众情绪了，而且我们的自愿协议在法律上确实存在一些……我不想听借口，法律问题那不就是用来解决的吗？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让这个案子尽快消失，让那个叫林和的律师闭嘴。等他基金会不希望看到在华业务出现任何不可控的负面因素，这会影响他们在更高层面的布局。我明白了，史密斯先生，或许我们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从源头解决问题。来了吗？比想象中快。兄弟，跟了一路了，辛苦。车牌是套牌吧？不过这车型，你们这身形，我天网恢恢技能刚升级，自动记录周边可疑车辆和人员特征，实时上传加密云端。你们说？我现在报警，警察叔叔多久能查到你们真实身份和雇主？直接物理恐吓，看来灯塔或者说星海这边有点狗急跳墙了。不过这才刚刚开始，你们越是这样，就越证明我们打到了你们的痛处。立法者的路果然不好走。但这条路我必须走下去。综上所述，原告方未能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星海科技存在强迫或变相强迫加班的行为。所有加班记录均对应有效的自愿申请流程。7位员工的悲剧令人痛心，但将个体健康风险归咎于一家合法合规并为社会创造巨大价值的企业，是情绪对理性的绑架，是对契约精神的伤害。我们理解家属的悲痛，也愿意给予人道关怀，但法律的天平不应被泪水倾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维护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市场规则的严肃性。原告方代理律师，请做最后陈述。审判长、陪审员，对方律师一直在强调2个词：自愿和契约。那么我们今天最后就彻底理清这2个词，在星海科技的语境下，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关于自愿，法律上的自愿建立在选择自由、无不当压力的基础上。他们提供了选择自由吗？没有。奋斗者协议与晋升奖金甚至去留强制绑定，不签就是义了，就是不拼搏。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弥漫在工作环境中的经济与社交压力，剥夺了员工说不的权利。其次，关于契约，契约精神的核心是公平，一份让一方完全免除其核心法定义务、安全保障，而另一方被迫让渡基本人权、健康与生命权的格式合同，从诞生起就带着原罪，是无效的。劳动合同法第26条写得清清楚楚，星海科技试图用一纸精心设计的契约，架空劳动法、安全生产法乃至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这不是契约，这是披着合法外衣的霸凌。肃静。对方出示了专家报告、满意度调查，试图证明其制度的先进与受欢迎。那么，我想请法庭，也想请所有关注此案的人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家在内部用高压 KPI 和末位淘汰驱使员工透支生命的企业，却能获得诸多权威的背书？这些背书的声音，究竟是基于对劳动者真实处境的考察，还是源于某种特定的理论和利益视角？最后，审判长，我方申请提交一份新证据，这是一段录音，内容涉及星海科技管理层对本案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如何影响规则解释讨论。反对！对方证据来源不明，可能是非法窃听，不能作为证据。审判长，我们对证据合法性提出强烈异议。
肃静！原告律师，请说明证据来源及合法性。证据提供者匿名，但获取方式不涉及对特定对象的非法窃听。该录音发生于星海科技高管在半公开商务场所的交谈，被无意间录制。我方已对该录音的真实性进行初步技术鉴定，并愿意接受法庭指定的更权威鉴定。更重要的是，该证据内容涉及本案关键事实。被告方是否真诚寻求解决问题，以及是否存在试图不当干预司法公正的意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证明案件关键事实的证据，即便来源存在一定瑕疵，也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判断其证明力。准予提交，但证据证明力需结合全案综合认定。播放录音。总部的耐心是有限的，灯塔那边对我们近期的曝光度非常不满，他们资助我们，不是让我们上社会新闻头条的。听见了吗？这不是管理瑕疵，这是明知故犯；这不是文化差异，这是对生命的漠视。他们关心的从来不是员工健康，而是他们的模式不能倒，他们的标杆必须立住，甚至不惜动用各种资源来扭曲是非，混淆黑白。我们请求法庭不仅仅判决星海科技对其员工的生命进行赔偿，我们更请求法庭以这份清晰的判决向全社会宣告：任何将利润凌驾于生命之上，试图用精巧话术包装压迫本质的行为，在法律面前死路不通。劳动者的尊严与安全不容谈判，不容交易，更不容被所谓的国际先进框架所窃取与定义。废物，蠢货！那段录音是怎么流出去的？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灯塔那边已经暴怒了，我们在中国的整个战略都受到了质疑。史密斯先生，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那次在私人会所，我已经在查了。查？现在查有什么用？法庭上我们已经陷入极度被动。那个林和，他已经把矛头指向我们背后的逻辑。你必须立刻、马上给我解决这个问题，用一切手段。我明白了，如果法律和舆论的战场不行，那就换一个战场，让他无法再开口。我们要警惕民粹情绪对商业创新的伤害，某些个案被过度渲染，助长了对狼性文化、奋斗精神的污名化。企业要参与国际竞争，需要一定的管理弹性和激励机制。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用僵化的劳工条款困住企业的手脚。有些国际通行的、基于信任和资源的高效能管理模式，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而不是盲目批判。林兄弟查到了些东西，那个灯塔基金会在国内确实活动频繁，他们通过几家境外 NGO 和国内代理机构，以学术研究资助、国际交流项目的名义，向好几所大学的研究中心，还有几家有影响力的商业智库注资，研究方向都集中在灵活用工、企业自主权与国际竞争力、东亚高绩效管理模式这些领域。更关键的是，我收到风声，星海那边可能要在你的黑历史上做文章了。他们挖不到你实质性的把柄，但可能会炒作你当初法外狂徒时期一些比较出格的言论，把你塑造成一个为博眼球不择手段、仇视商业的激进分子，动摇你的公信力。林律师，有观众提到，您早年以法外狂徒张三成名，经常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和话语来吸引流量。有人质疑您现在如此激烈的批判某些企业，是否也带有这种哗众取宠的成分？您如何保证自己是在客观推动法治，而不是在煽动对立？法外狂徒张三，没错，那是我。我用夸张的方式普法，是为了让枯燥的法律被人看见，但我从未教人真正去违法。恰恰相反，我是在展现法律的边界和逻辑，让人敬畏规则。而现在，我从狂徒变成了律师，从展示边界到捍卫底线，角色变了，战场变了，但内核没变。对法律的信仰，对公平的追求。至于煽动对立，不，我是在揭露已经存在的对立，资本无节制扩张的冲动与劳动者基本生存权、健康权之间的对立。法治的目的不是掩盖矛盾，而是建立解决矛盾的公平规则。我站在这里，不是要打倒所有企业，而是呼吁并践行一条底线。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不能以普通人的生命和尊严为燃料，这条底线需要法律来浇筑，需要舆论来监督，也需要每一位有良知的企业家来共同守护。
今天节目表现很好，避实就虚，借力打力。星海想用网红黑历史抹黑你，反而让你的人设更立体、更可信了。舆论上的反击只是防守，真正的进攻必须打在他们的要害上。黄忠志查到的灯塔学术渗透线很关键，但也很难直接用作法庭证据。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证据难，但我们可以围点打人。既然他们想影响规则的解释和建议，那我们就抢先一步。用更扎实的调研、更广泛的民意去影响规则的解释和建议，从个案维权到推动制度完善，这才是立法者该做的事。需要什么支持？需要全景的平台和信誉，需要你帮我邀请一些靠谱的、有分量的与会者，还需要一笔不小的经费。平台、信誉、人脉，我来搞定。经费嘛，别忘了，你还有个超级富豪迷弟呢。黄忠志巴不得有机会再报答你。林律师，我理解你的初衷，但企业有企业的难处，订单要赶，项目要抢，有时候加班是真没办法。我们也不想当坏人。林律师，我研究劳动经济学多年，今天这个会名义上是建设，但我怎么听着像是要对企业搞批斗？过度强调保护，会不会削弱我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呀？有些国家员工为什么懒惰？不就是被所谓的高福利和严保护惯坏了吗？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呀！高福利、严保护。我躺 ICU 的时候，公司第一句话是问我电脑密码，是把项目进度受影响。我爸妈在抢救室外哭的时候，谁跟我谈过竞争力？我们不是要躺着挣钱，我们只是不想站着把钱挣了，最后是被躺着抬出去。那只是个别案例。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要批斗谁，也不是要娇惯谁，我们是想找到一条路，一条让企业能健康长久发展，让员工能安心工作，让家庭能有指望的路。这条路肯定不是星海科技走的那条绝路。如果连保证员工最基本健康和安全都被扣上削弱竞争力的帽子，那我觉得我们该重新审视的不是保护是否过度，而是我们到底在为什么样的竞争力买单。王总刚才说了企业的难处，这是现实。我们今天的会正是要寻找解决难处的现实方法，而不是回到压榨的老路。比如，是否可以探讨更灵活的工作安排，更高效的技术手段来提升效率，而非单纯拉长工时。全景律所愿意牵头，为有意愿改善管理却又困惑于具体方法的企业提供免费的法律和管理咨询。吴教授，我是个生意人，最看重投资回报。在我看来，把员工当耗材是最愚蠢的投资。今天你逼走一个身心俱疲的骨干，明天就可能丢掉一个大客户，后天整个团队人心涣散。这笔账，有些被外国资本那套短期暴利理论洗脑的人，怕是算不清楚。吴教授，您的学术观点我尊重，但我想提醒，学术独立很重要，别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话语，那样最终损害的是您自己的清誉和这个国家的未来。林律，判决书，星海科技案我们赢了！太棒了！这不仅仅是个案的胜利，判决书里的这些说法，简直就是对我们研讨会精神的法律背书。是啊，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还不是终点。林律，星海和那个灯塔会善罢甘休吗？汉爵让他们损失惨重，颜面扫地。灯塔在华国的试点也彻底失败，他们不会轻易罢休，但短期内应该会收敛。而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窗口，把研讨会的成果，把这份判决传递的精神真正推动下去。林兄弟，咱们高兴的可能有点早，星海那边还有灯塔，没打算认栽。这是国际仲裁申请，他们以投资保护和商业环境不可预期受损为由，向那个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起诉了。起诉谁？哼，起诉我们国家，指控因为这场不公正的、受民粹影响的判决，以及我们准备推动的这份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报告，导致星海科技的在华投资遭受歧视性待遇和重大损失，要求天价赔偿。他们还把媒体对咱们研讨会的报道都当成了政府默许煽动反商情绪的证据，这不是耍无赖吗？还能这么玩？这就是灯塔的高明之处，也是他们的常规武器，把个案商业纠纷拔高到国际投资规则和国家政策层面，通过施加国际压力和潜在的经济制裁风险，来迫使我们在国内法律和政策执行上后退。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吃过这种亏。他们输掉了地面的战斗，
就想把战场拉到他们熟悉的、由他们制定规则的外层中间，用规则的大棒来惩罚我们捍卫规则的醒目人，真是讽刺。更麻烦的是，我收到消息，灯塔正在游说几个主要贸易伙伴，准备联名发难，质疑我们的劳工标准和营商环境，这对正在进行的重大经贸谈判很不利。他们想用国际规则绑架我们，让我们自己否定自己的判决，放弃推动改变。如果我们退缩了，星海的模式就算输了官司，也在事实上赢了，因为它证明了挑战这种模式会付出国家都难以承受的代价。以后谁还敢碰？你的意思是，这份报告必须发，不仅要发，还要发得更高调、更扎实。我们要把星海岸的真相、灯塔如何操纵话语，以及我们建设性的建议，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呈现给全世界，不是诉诸情绪，而是呈现事实与法理。可国际仲裁那边压力太大了，上面会不会……我相信我们的国家比任何人都清楚，什么才是真正可持续的营商环境，什么才是对劳动者、对企业、对国家长远发展最有利的规则。我们要做的是提供最锋利的武器，基于现实，捍卫劳动者基本权利，同时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法律分析和政策建议，让决策者看到我们不是麻烦制造者，我们是麻烦的解决者，并且我们站在道理和未来这一边。这场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不是我林和一个人的事了，它关乎我们到底想要接受一个由资本无限定义效率和规则的世界，还是一个能让普通人也有尊严的生存和发展的世界。立法者如果连面对国际霸凌规则都不敢亮剑，还谈什么立法？星海岸，你们打得很漂亮，证据扎实，于法有据，于情有理。林和律师，你的那份报告草案我们看过了，很有见地，也很大胆。里面提到的一些问题，你们从民间视角，从维权一线提出的建议，很有参考价值。至于国际压力，时代变革几十年，我们什么时候怕过压力？我的意见是，第一，国际仲裁该怎么应对就怎么应对，法律团队要组建起来，道理要讲清楚。第二，民间有识之士的建设性意见要欢迎，要吸收。林律师，你们这个报告可以进一步完善，以适当的形式公开。第三，灯塔这类组织其活动必须遵守法律，不得干涉内政。对于任何试图扭曲我国立法、司法进程的行为，相关部门要保持警惕，依法处置。这就是立法者背后的力量，不是个人的匹夫之勇，而是整个体系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捍卫。年轻人，保持你的锐气和初心，建设法治华国，需要像你这样又懂法律又有情怀，还敢碰硬骨头的律师。路还长，一起努力。下一个真正立法者战场。这份报告并非对商业精神的否定，而是对良性商业规则的呼唤。我们相信，保护劳动者最基本的健康权、休息权与企业的创新活力、长期竞争力并不矛盾，反而是其坚实基础。灯塔基金会所推崇的某些模式，短期或许能榨取出惊人的数字，但其对人类福祉的侵蚀、对社会信任的破坏，乃至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威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林先生，星海科技已提起国际仲裁，指控司法不公。您此时发布这份明显不利于星海的报告，是否是对仲裁程序的蔑视？您个人是否担心承担后果？司法判决基于事实和法律已经作出，报告是基于判决所揭示的更深层问题进行的建设性研究，这是两件事，但都体现了我们对法治的尊重。至于国际仲裁，我们尊重规则，但也坚信任何规则都不能违背基本的公平正义和主权国家的公共政策底线。据悉，备受关注的星海科技国际仲裁案经华国法律团队有力抗辩，仲裁庭最终裁定对星海科技部分关于司法不公的指控不予支持，认可东道国在劳工保护等重大公共利益领域的规制权。星海科技最终选择和解。老铁们，好久不见！星海岸尘埃落定，报告也交了，好像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有人问我，张三接下来干嘛？继续狂，还是真去立法？继续狂！三哥去参政，守护我三哥，守护我三哥！其实狂徒也好，立法者也好，都是外界的标签。我们还是那个林和。
一个律师，只不过更清楚的知道，律师的战场不仅仅在法庭，每一次个案争取，每一次法理辨析，每一次对不合理规则的质疑和谏言，都是在参与塑造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规则。这就是我理解的立法者的日常。星海岸背后那只灯塔光没有熄灭，他们只是换了阵地。比如正在兴起的零工经济里，算法如何隐形地控制人，剥夺人的权益；比如跨国数据流动中，普通人的隐私和尊严如何保障？这些都是新的、更复杂的规则战场。我的正义永存基金接下来会重点关注这些前沿领域。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多一点对规则的关注、思考和行动，哪怕只是对自己的权利更清醒一点，对不公平的现象更敢说一点，我们就能一起推动潮水的方向。所以，狂徒张三暂时下线，律师林和继续开工。下一个案子或许就在你我身边。直播间不定时开播，普法答疑，聊聊新问题。各位，江湖再见，咱们路上见，路上见。